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究竟是何字？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，末将在。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，末将在。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，末将在。启奏陛下，3卯已过，诸将无一缺漏。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，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，夺回燕云16州。诺。公元959年，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。4月16抵沧州，即日诏令北伐辽国。周军分兵急进，势如破竹，42天内连克易津关、瓦桥关、峪口关3关及营漠等州。至5月初1，关南之地西平。5月初2，郭荣自瓦桥关北上，进抵固安，北望幽燕，欲一鼓作气，攻取幽州。自圣公不悦，怕是要大刑了。河山之故，怎得不再险？江山社稷，不是长枪大剑，也不是兵马钱粮，是水旱之年赈灾的官府，是小康人家的隔夜粮米，是勤劳可得富贵，良善能行天下的太平年纪。阿爹，好好歇息。来世便享太平年。晋王戎天中瑞哲，神授鹰旗，自列王藩，为政清肃，授以神器，实为长君，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以中书令齐国公冯道抽山陵使，加审太师，领所务从简肃，应援山陵义利人将，并须和故，不计近远，不得差配百姓。领取须有石柱废人工，只以砖代之。用瓦官纸衣入陵之时，召进税户30家为陵户。下士前
揭开瓦官，辨识过陵内，切不得伤他人命，更赖将相协力，中外同心，共辅乃军，永光批作，主者施行。瓦片为官，马纸为衣。堂堂一朝开国天子，丧仪简薄如此，实在是历朝所罕见。朝廷没钱。公元954年正月，郭荣继位，史称周世宗。北汉世祖刘崇闻讯，断定周天子心力，无力征战，于是遣使通好契丹，自称直皇帝，借契丹大军合攻后周。北汉一朝举国之兵总数不超过4万，其中野战之兵呢不足3万，可称精锐者为张元辉、李存圭2部，其余的便不足虑了。不是河东，是河北。陛下，臣猜测，耶律狄禄出兵河东，助战刘家是假，实则是要吸引朝廷兵马西去。彼时，朝廷大军云集河东，河北州郡兵力虚空。耶律塔列自幽州出兵，月余兵锋便可抵达澶州。澶州一下，大河天险形同虚设，竟是怕是要再遭一番7年前的危局。河北用重兵，河东用偏师。官家，臣率诸将北上，醒渊谷、高平关，以拒北汉。你要多少兵？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。2万，2万已是极限。都是些在侍卫清军混了10几年的老兵油子，你镇得住他们吗？节约在手，臣勉力为之。 2万兵马，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。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，不肯用兵，你们镇得住他们吗？被侍卫清军2万，随驾河东。陛下，陛下。 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。陛下，河东之事，北方罪而小国，地不过10州，户不过3万。陛下遣一大将，发兵伐之足矣，何劳陛下御驾亲征？令公，刘家老贼此时兴兵。 摆明了是欺朕年轻，以为父皇宴驾，亲弟不懂割毛，不敢应战。纵使朕能忍，只怕大兴皇帝陛下亦不能忍。陛下舍却民生庶政，一意以身犯险，恐怕反倒有负大兴皇帝托付之重任。令公。 朕绝非轻敌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，为刘家老贼所笑。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，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，朕非但有这个资格，同样也有这个能力。只有这样，那些暗流涌动的异心异志，才能消弭于无形，社稷百姓才会少经些刀兵之苦。陛下的心是好的，然则。 陛下少经战争，与先帝不同，兵凶战危，容不得半点疏失。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，而朝廷
却冒不了这个险。老臣昏聩，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。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正谏，日后老臣实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。官家，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，兵锋直指宋州。冯令公颁下唐札，京师内外戒严，禁绝商旅交通。启奏官家，我军在宋州以南、颍州、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，所屯皆精兵良将，由我家阿爹和耀元佛老太尉统兵坐镇。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，绝无可能。如若宋州失守，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若此番宋州不失，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。谢陛下隆恩。诸军有进无退，向前者生，向后者斩。太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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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官有要事相告。讲。5月前时，其举国之兵犯境，润州危殆，京都人心惶然。陛下有诏，赵太尉班师还朝，以却南军。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？太尉息怒。5月10余万大军横断长江，猛攻润州，南线兵力不足，这是实情。还未开战，2万便跑了1万，1比3变成了1比6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请护着官家栾家，先退到行源谷以南再说。大军一撤，敌军必然衔尾而追，到时候谁都跑不了。须得留一支兵马断后。请官家带着中军和前军缓缓而退，末将率右军断后。就是拼了这身血肉，也誓死要将汉兵主力留在此处。你当这是长于深宫夫人之手的天子？末将不敢。你有一身血肉，朕难道没有吗？尔等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？你让朕退，朕向何处退？
退过大河，退回到京师，两军阵前抛下士卒，独自逃生的天子，还是天子吗？朕当年在京师，见识过背袒牵羊的天子，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。朕不做那等的天子，更不愿当那等的孙子。赵元朗，末将在。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，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，你可曾怕过？末将不曾怕过。朕也不曾怕。大辽太宗皇帝驾前，朕与元朗都能够站直了身子与周旋。区一个刘崇，区一个耶律狄禄，算得了个什么东西？尔等以为朕当向他们低头吗？不得！赵元朗，末将在。把我的剑拿来。诺。朕欲取刘崇毛贼的宠君，卿可愿为朕前去？末将万死不辞。朕准备在侍卫清军司以外，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，就叫殿前司。门下，朕应徒受命，偃宅区下，眷严军武。方今四海出宁，九州见息，然军政之弊，积久未除，兵额繁资，老弱充数。此诚邦家之忧也。乃故特设殿前司，以掌新军，以张永德为都点检，以赵匡胤为都虞候，才太老弱，点检兵额，整顿上下，选拔将佐。务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，任王庭之亲卫，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，威如雷霆，势若熊皮。诸军将士务当恪遵诏令，无得有违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。你的那份章程，朕就先不看了。官家，官家，这提前快啊！是。元朗，委屈你了。官家言重了。呵呵，杨光义，你小子我知道。他们是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，东西班行首王审琦，左班殿直韩重晕，侍卫新军左厢副都尉后石守信。好，好，好。
自明日起，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，听候元朗的调遣。诺。谢官家。才艺军费，京师禁军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，各镇牙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，不足30万民者不减。准。京师禁军500万名，殿前司300万，侍卫清军200万。陛下，往年侍卫清军的开支在700万名左右，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，便是裁掉半数兵额，已难以为继，军心必乱，臣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！陛下，自唐王以来，将兵日交，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，也当徐徐图之。如这般操切，恐有兴教文之变，请陛下慎思。请陛下慎思。陛下，才艺军额当一视同仁，不宜厚此薄彼。陛下，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，宜从容行之，未能指望一蹴而就，不可急于求成。请朱清代朕宣誓诸军，告诉那些丘把，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，无父无家之人。谁若想要作乱起反，只管来，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。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里鸿雁归来，几万里风雨峥嵘，几万里梦游归程。此心不渝。官家，地上凉。官家当山摇龙体。哎，若明年
北伐言语，你会如何打？便是这一次，再增加1倍的兵马与钱粮，都未必能收复16州。北伐的要害，乃是幽州、幽都府。与幽州为界，敌幽州之前是一回事，兵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。前者乃是寻常征伐，而后者乃是国战，不可同日而语啊！既然如此，该如何定期？官家上一次有意北伐，张太尉进言，朕以为妥当。先灭西蜀，再灭南唐，5月归附，举大兵灭北汉，平定河东，休养生息2、3年，待到聚集30万兵马，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，方可涉谈北伐呀。慢些，慢些。拿着。诺。元老。在，下一个没了。太尉，太尉，走。盒子里的物事，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。兜兜转转12年，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。在他的心里，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。从刘知远到郭威，天道循环，如今竟然轮到他了。他满心惴惴，恐惧不安。
这一生误了许多人，先是哪家，如今又误了你。官家早些歇息，保重身体。我走之后，若是能遇见合适心仪的，当家便嫁了吧，不必为我守着。若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，便已对得起我们这7年的夫妻情谊了。即便再不姓郭了，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。官家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官家身后，范相公和赵年间之女，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？子非如所知。